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没什么意思的魔玩分享时间啊！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玩具呢，又是这款来自于韩国三智娱乐的一个炫卡斗士 S 的最强恐龙系列里面的好多前缀一个Dino Warrior。韩文看不懂应该是以翼龙为原型的一个叫做暴风战士。它的金属臂就是翼龙盒子呢是以绿色基调正面一个开窗侧面呢是它的一个人形 CG 图还是很帅的一个墨镜男。背面呢就是它玩具的一个怎么说呢 CG 渲染加上一个玩具的玩法的一个介绍吧。三种形态人形龙头形态以及一个合体形态，以及内部包装呢会有一个纸品的一个纸盒作为底座，怎么玩呢也不太清楚，放在上面走迷宫吗？它这边呢还会有一个 Secret Mode， 就是和暴龙雷克斯凯撒呢龙形呢也可以进行一个合体，成为一个有益的暴龙这个另一边呢就是它的一个大合体的形态。当然大合体我没有买全所以也没办法给大家展示了。顶部底部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样子我们盒子就看到这边。盒子内纸品刚刚有说过会有这样一个纸质地台，三条爪印像侏罗纪公园的 logo 一样，然后这边会有个05，它也是系列第5号机器人。然后这次的说明书呢依旧是全彩的印刷，但是里面这个字还是看不懂这个基本上玩法都有介绍这个我大资质连蒙带猜揣摩了一下，就大家知道有说明书就可以了。好玩具的本体呢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样子手里有它的武器是一个暴风巨斧当然这个巨斧里主要的功能呢还是收纳硬币硬币呢依旧是有金属材质，墨绿色的一个底色吧，银色外框里面会有一个电镀的银色涂装一面呢是恐龙翼龙的一个形态，背面呢是一个好像是翼龙的爪子吧。和其他机器人不同，它的硬币收纳呢是作为一个武器来呈现的。收纳进去呢还是有一点分量的。这个握把上呢会有一些凸，就和它手中的孔洞呢进行一结合，形成一个握持还是挺牢的。虽然说有硬币这个金属配重在，它依旧没有不举的情况，握起来还是蛮稳的。武器就放到一边。整个人形呢可以看到是正如它名字叫一个暴风战士。它战士是我家的，它的原意应该好像叫 Tela 什么的，就是好像也不知道是什么词跟什么意思，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样子。人形头顶高大概是在16公分左右，16、17公分样子，但是如果算上背后翅膀尖的话，基本上可以到达19公分到20公分的左右一个样子。速度型选手很纤细的一个感觉而且呢怎么说呢，它虽然是一个组合体的一个玩法，但是它全身上下呢并没有什么很明显的穿帮位的空洞在人形状态下，它的一个体态控制呢还是把握的一个挺好的一个状态。可动性方面呢，它头部是一个球关来的，所以说它360度转是没有什么问题，抬头幅度和低头幅度呢就微乎其微了。手臂部分它肩部呢它会有2段可动一段是连接身体这部分的这个如果把它算进去的话，它平台幅度是可以完全比之于身体的。另一部分呢就是一个大大的球关，可以看到但是目前状态呢它阻尼还是控制挺好的，并不会有松垮。大家刚刚看到了握持武器呢也是有比较好的保持力度。然后平转这边呢它是在肘部，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蘑菇头关节，然后曲肘呢基本上是怎么说呢，如果看手臂的话呢是勉强到了90度而且它可以看到是一个锯齿的一个关节。手掌部分呢它只有一个轻微的一个
外摆内收的一个幅度啊，而且造型是固定成这样的，手掌内的孔洞作为握持武器用。腰身部呢就没有任何的一个可动了，因为它结构的设计的关系。腿部呢前踢轻松到90度，屈膝呢也是接近90度，它基本上85度、70度的一个样子。平踢呢它是可以轻松到达90度幅度的啊。后踢呢如果撇开翅膀的干涉呢，也可以勉强到90度这样一个幅度。脚踝部分呢，有接地啊，大腿呢还会有平转。而且可以听得出来，它的关节都是齿轮的一个关节。背后的翅膀呢，它是有一定的定位，可以看到它这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圆轴，是一个六边形，所以说它是有一定角度可以固定住的。其实大家也能一眼看出这是翼龙的头来着啊，造型还算是不错啊。好人形外观看到这边呢，我们就进入它的一个变形模式。我们首先把它变成一个龙头形态吧有一说一这次为了变形，我们的这个暴风泰拉我们或者叫它暴风勇士牺牲还是蛮大的。好，首先呢，我们先要把它的小臂拆下来。对，没错，它这次变形基本上是一个叉把变形啊。这次手臂上2个凸状，在人形状态下应该是收起来的。刚刚是这个步骤忘记做了给大家见笑了啊。小臂部分呢，这边打开就可以取出来放到一边另一边取出打开放到一边。这时候它的2个小臂呢就变成2个尖这个尖头部分呢和它的肩膀部分呢这边会有一个桩的结合把它结合起来。在这之后呢这个变形过程最让我惊悚的一个部分来了，就是把它由中间分开，对一分为2。然后我们先从右边有脑袋这部分，脑袋收纳进身体，然后躯干部分呢，我们把它从胸腔这块往外打开，打开之后呢，翅膀这边呢也打直，然后原本肩膀的部分呢也调整到一个齐平的位置，然后呢转180度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锁扣，和它的上颚部分呢就可以进行一个固定，这样呢它的一个翼龙的半边脸基本上就出来了。另外半边呢，我们调整一下它的一个角度脚前踢90度，然后弯往外打一点，基本上是45度左右。这时候在小腿中间部分呢，我们把它弯折一下这边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关节。然后呢，脚掌部分呢也弯折，可以看到脚掌部分呢这边是会有一个凸，然后和翼龙头部这个洞呢进行一个结合，利用它小腿部分的一个关节定位卡住，让成为这样一个巨型的三角形的一个形态这时候我们再把翼龙的头冠往后推一下这样半边的一个变形呢就基本上完成了。另一半边呢也是几乎是一样画葫芦只是少了一个机器人头部收纳的一个关节一个环节。我们快速的呢把它来处理一下，就可以得到另外半边的翼龙脑袋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样子。整个造型呢，底部可以看到是有4个滑轮，它是可以进行一个推车的。但是我其实因为没有看过这部剧不太理解这样一个龙头造型的意义在哪里。除了前端非常明显的一个翼龙头部的一个造型呢，尾部呢还可以看到它会有一个推进器一样的刻画，不理解大为震撼这当然也算是一个有模有样的一个变形，但是它变形过程拆分一半来变，其实是有点吓到我的。其实大家从整个变形过程看下来也可以知道，它其实拆分一半呢在变成这个龙头的过程中，其实只是为了收纳头部其他你不拆开来也可以完全变形的那当然头就露在这边了
随意了。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拆分两半呢，还是为了配合它进行一个合体状态的一个还原。好，翼龙的合体形态变形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首先，我们把两边的这个算是脚爪啊，人形的一个小臂呢拆除之后呢，就把翼龙各个部分呢再拆分开啊。这个大家拆的时候还是用一点巧劲儿，或者说是借用一下工具啊。它其实咬合的还是挺牢固的。特别是脚尖这部分的一个原装啊，因为它并不是一个直角，它是一个有角度的，大家优先把它松开会比较安全一些啊。继续分体啊，分成两部分之后呢，我们就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变形啊，把脚掌呢翻直啊，躯干部分呢依旧保持一些角度。然后呢，把脚前踢啊90度啊，基本上再把它打开啊，翅膀这边打开啊，基本上成为这样一个结构啊，就是在人形状态下，它是1字马的这样差不多一个结构。另一边呢，也是这样的一个变法啊，摆成这样两部分啊，备用啊。总共分成2大2小4个部件。之后呢，我们继续请出我们的雷克斯凯撒。这次我们把镜头调高一点。好，我们取出一边啊，利用它这边的一个滑槽呢，对准它原本的一个合体部件，然后它后面的这个凹呢，对准它背包部分的一个凸。当然，为了合体的时候呢，我们先要把它的一个关节往外打一点啊，这样呢才可以在我们先扣前半部分部件的时候呢，后边也有足够的空间，再把它扣回去。这样呢，它的一半翅膀装好了，另一半呢也是一样画葫芦，稍微歪折一下关节，先通过滑槽固定前半部分，再利用后面的一个齿扣呢固定住它后半部分。好，这样它的一个翅膀安装呢就 OK 了。另外2个小部件呢，你可以作为推进器啊，它这个涂装打直之后呢，安装在这边的孔洞里。但安装的时候注意，它其实是一个6边形的装，它不是一个圆装，你可以转着进去，你是要找准6边形的这个形之后装进去，装进去是不可以扭的啊，这个要注意。这是一种装法，让它成为翅膀背后的一个推进器。另一种装法呢，就是把它的这个凸槽呢收纳回去，然后打开它的一个结构，安装在它的一个雷克斯凯撒的一个脚后跟啊，可以看到脚后跟这边呢是会有方的洞的，和这边呢它是可以契合的，这样呢就形成一个脚后跟加长的一个功能，可以让我们雷克斯凯撒呢站得更稳。因为我没有买脚部合体的一个成员啊，所以说我比较倾向于以这种方式来合体，增加它的一个脚部的一个支撑力。好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再把它的一个手臂安装回合体手臂装回去。刚刚我们已经看了它在左手的一个合体形态，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成为一个右手的一个合体形态。
我们只是把胯部转180度就可以了。继续呢，合体和之前一样，通过这边的一个延伸出来的一个合体部位卡进去就可以了。它肩部的武装呢，你可以转180度到前面，也没有什么大的违和感，这样呢就可以形成它有翼而且胸部进行一个金色部件扩张之后的一个合体形态。最后呢，就像说明书所说的，最后这个飞翼形态呢，在暴露形态下呢，也是可以进行搭载依旧呢是我们变成暴露形态之后呢，翻出合体的关节，连接方式呢和在机器人形态下的合体方式是一样，给它装上左右的这个飞翼。当然，飞翼上呢，你也可以继续装它的一个推进器另一边也是，这样呢就有一个怎么说呢？有翅膀的暴龙这个什么，很像数码宝贝里的某一位好吧，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好最后总结一下，这款翼龙呢，我是可以给到一个4分的一个评价。虽然说它的变形过程呢非常的支离破碎，但是也是为了合体形态没有办法做了一个取舍。最后的合体效果呢也算是蛮不错，虽然说它翅膀有一点点太小气了，并没有什么大光翼什么的，有点像鸡爪，但是呢也算是有个行了吧。最大的功能它是扩张了一个胸部的一个体积，让它看上去呢整个合体形态呢更壮一些。但是这个胸甲呢也是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它龙形这边呢它会有一个凸装，作为2个左右零件合并时候固定为用。但是在合体情况下呢，它并没有和这个翼龙这个肩甲呢做严丝合缝的一个契合让它正面看出来会有一点点穿帮。但是瑕不掩瑜整个合体效果还是蛮不错的。作为一个单体玩具呢，它还是会有2个形态的一个玩点，人形和龙头形态，还算是不错。如果你希望这个合体形态完美的话更完美更强壮一些呢，这个翼龙是可以收的。但是如果你并不在乎这一点的话呢，你没有这个翼龙呢，也不太影响它合体下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感官大家可以酌情入手。今天的视频呢就简单拍到这边，如果喜欢的小伙伴呢，记得给我一键3连支持播，感谢大家能够看到最后，我们下次再见，拜拜。